为什么总是吸引到错的人？这是一个超多人都有的疑问。可能你也觉得自己明明是认真、善良、真心对待感情的人，但总是遇到不懂珍惜你、不成熟，甚至伤害你的人。这种重复发生的错误循环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今天我就要教你3招，帮你彻底的突破错误循环。特别是第3招，每一个人都要学起来，不只是在感情上，在人生的每一方面，我们都用得上。跟各位呢分享一个真实故事，是我诊所的一位高端客户他告诉我的。他本身呢是开电脑软体公司，是帮大企业去客制化这个公司内部所使用的这些系统啊，就是公司内部的办公系统。那每一套都是上千万。那他说他从有记忆开始就拥有活在妈妈不耐烦的脸色中，不是因为他闯祸，也不是因为他是惹事精，而是因为他妈妈个人的性别倾向的问题。妈妈就是同性恋，但是那个年代呢没有勇气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，只好妥协去嫁给男人，然后还生孩子。可是她始终就对她的人生不开心，那这个不开心呢，就投射在儿子的身上。不管儿子成绩多好、多乖、多讨好妈妈，帮妈妈做多少家事，乖乖的坐在旁边等妈妈，都无法讨妈妈开心。他总是听见的让他一辈子都怀疑自己价值的话，比如说走开，别吵，丑儿子。他心里面想，我长那么丑，我不够好，我不值得被爱，就像一只小小的丑小鸭一样，常常就是饱含委屈。那妈妈也不喜欢待在家里，可是更不喜欢带他一起出去，所以他就被常常一个人放在家里，没有妈妈陪，没有玩伴陪，怕鬼，怕坏人，怕会飞的蟑螂。他学会了取悦、压抑、伪装，尽力的想要活成一个让别人喜欢的版本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极端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让妈妈能够注意到他。但是呢，他却忘了自己真正的样子。转眼间呢，长大了，突然发现原来也不那么丑哦，因为呢很多异性喜欢他，很有异性缘。但不管多少女生称赞他又帅又聪明，不管他收获了多少爱慕的眼光，他的心里呢还是一直住着那个被嫌弃、被忽略、不被爱的小男孩。再多的称赞都撑不起他内心的创伤、自卑、不自信。他跟自己说呢，只要我够有钱、够有知识、够体面，妈妈总有一点爱我的。于是他就拼命的做事业，拼命的拼成就，有财富，很会社交，察言观色也很棒，会进修自己，会增广见闻，什么都做了。那他莫名的喜欢呢，有带一点妈妈风格的御姐。他每次碰到御姐，他就会屈服。但是每一次恋情呢，他都很快就缩手，都维持不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结婚了。可是他很快的又发现呢，那也不是他的灵魂伴侣，所以呢，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呢，又离婚和平分手。他也试过几次其他的感情线，每次呢，他投入一点爱，他就期待呢被爱、被珍惜、被肯定，但后来收获的都是不对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于是他说呢 ，one night stand 就好了，暧昧一下就好了。他没有兴趣经营长期的关系，也不想要真的投入。他当我的客人呢很多年了，慢慢的熟了之后我才一点一滴的听到他的人生故事。我体会到他的无奈，也知道呢他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快乐。有一天他终于呢问出了一个灵魂深处的疑问，他说：我一直这么努力的爱人，为什么没有对的人来爱我？他很疑惑，为什么他的人生这么多的痛苦、纠结、不幸福、不快乐？就算已经有成就、有财富、有一些地位，他也觉得活着没意思。但是呢，他又不敢死。那么，哈利·哈洛 （Harry Harlow） 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，他以恒河猴来进行母婴分离和剥夺母爱的实验。那他大部分的实验呢，是在 Wisconsin 这个大学的 Madison 分校所进行的。这个学校呢，就是我之前常常提到的，用恒河猴做实验做了20年来测试到底是呢给猴子每一餐都吃到饱，还是呢每一餐都给它吃7分饱，哪一种呢对这个猴子来讲更健康、更长寿？那实验下来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叫做卡路里限制
那就是真的是吃7分饱的比较健康。那 Harlow 也是在这个学校做实验，母婴分离呢，就是把猴宝宝跟妈妈分开，然后给这个猴宝宝2只假猴妈妈，一只是铁丝网做的，一只是呢布做的。那铁丝猴妈妈冷冰冰硬邦邦，但是呢她的怀里面会有装满牛奶的奶瓶。那么布妈妈呢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即便是这个奶瓶是在铁丝网妈妈这边，小猴子会跑到这边喝奶奶，喝完之后他还是要跑去找布妈妈。那惊吓的时候呢，猴宝宝也是跑去找布妈妈。我们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来，幼童很需要温暖的触感那种感觉，给他温暖的感觉。那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呢，叫做分离实验就是孤立实验。他把这个小猴子跟猴妈妈分开，然后由实验室的饲养员来喂食，不能够摸，也不能够陪，食物给他之后马上要离开。那他发现呢，这种呢从小就被孤立的、被分别出来的这个猴子很畏缩、很恐惧，要不就是很暴力，会攻击饲养员。那这些实验呢，现在被认为很残忍叫做虐待动物。可是呢，从这些实验我们也不难看出来，童年有没有好好的被对待，确实也攸关于我们的自我价值和我们自己性格的建立。但是呢，知道这些心理学的研究报道，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理由，让我们对自己说你看，我就是因为童年失欢，我就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好，所以我的怨恨我的无力感都是有理由的。我告诉我这位客户说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甘心乐意要体验的。各位大概都听过人生回溯，我们叫 life review。比如说呢，濒死经验的人回来他会告诉你说呢，他在灵魂出窍的那个瞬间他把他自己的这一生重新活过一次。那么并且这次是用倒叙法，就是从死亡开始往前，一直看见，一幕一幕的看见自己，直到自己出生那一刻。所有他所经历过的事，所讲过的话呢，他都重新的经历一次当时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并且他同时呢可以体会到在事件当中的对方的情绪和感受。但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个你们比较少听过的，你不是只有 life review， 你事实上还有 life preview， 我们叫做人生预览。在来地球之前呢，你是在指导灵跟你的灵魂家人的爱的陪伴和鼓励之下呢，设定了你今生所要挑战的主题。我的这位高端客户，我告诉他，你给自己设定的主题就是爱的功课。你要尝遍各式各样的爱，亲人的爱，朋友的爱，宠物的爱，异性的爱。然后呢，他在当时设计这一生的蓝图时候呢，其实是充满信心，充满爱，充满能量， very powerful， 兴致勃勃的要接受这些高难度的挑战，从各式各样的爱的关系里面发生许多的冲突，然后呢从其中闯关成功。所以他给自己设计的挑战是真正高级版的功课，一个接一个。因为他要体验在这样挑战的过程中，重新的记起自己真正是谁，记起自己爱的本质，然后勇敢的不受别人的批评或是重伤所打击，也不需要去依靠别人的称赞和肯定来活着。他是要去 dig in， 挖出自己内在蕴藏的强大力量，不是为谁而美丽，是本就美丽；不是为谁而善良，是本就善良；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活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提升而活。我跟他说，你是非常勇敢的灵魂，所以这是你给自己设计挑战高难度的人生主题。爱和肯定本来就不是从别人身上来的，是从你自己身上开发出来的。你妈妈是与你有协议来帮助你的灵魂，所以她在你的剧本里面扮演了一个这样的妈妈，她是为了要完成你自己的体验计划。我教她3招，帮她突破错误循环。第1招，我请她认清她内在的需求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进入一段关系呢，都是去靠感觉，但是感觉呢，常常是来自于你潜意识里面的习性，这个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。我只请他问问自己，你想从这一段关系当中获得什么？你是想要安全感，还是被需要的感觉，还是刺激的感觉，还是要成熟？我跟他说呢，你永远不可能从女人的身上得到来自妈妈的爱和肯定。第2招，我提醒他，
打破原生家庭的情感模式。很多人吸引到错的人，是因为呢，他的潜意识里面呢，就一直的在重复他小时候的情感经历。比如说，你习惯去追求忽冷忽热的一种关系，可能是因为你过去就是被忽冷忽热的对待，所以你以为情感模式就理当如此。那我请他去察觉，你是不是都是对特定类型的人有吸引力，或者是呢被吸引？那个类型的人是不是都是常常让你受伤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要去区分，到底你所找到的是熟悉感，还是真的喜欢感？我告诉他，你如果被吸引，有妈妈味道的人吸引你，是不是因为妈妈味道的女生给你的是熟悉感，还是你真的喜欢呢？第三招是我请他一定要停止受害者心态，因为你不是不幸，你也不是业障太重，你也不是上辈子欠了谁，是你给你自己设计的主题之旅，来体验这一切的情感上面的事情，要去突破自我的框架，帮助自己升华。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，你想要什么，你不怕失去什么，你才能够找到真正与你契合的人。爱情本来就不是用来填补空虚的，而是你要够完整之后，你才能找到另一个完整的人来跟你彼此互相吸引，然后共同协助成长，然后你就可以有稳定的关系。你不会一直吸引到不对的人，重要的是你要先放下不对的人。那后来呢，他没有再婚，可是呢，他有了一段很稳定的伴侣关系，因为他说没有错误的关系，只有没有好好经营的关系。他真的领悟到这样，有这样的觉悟，所以呢，他就维系了他一段很稳定的伴侣关系。他也领悟到呢，他早就不需要妈妈的肯定了，他也早就不需要妈妈的珍惜了，因为他早就长大了，他没有必要一直去活成那个内心自卑的小孩。他自己呢，就可以成为自己世界里面那道最稳定的光，甚至他还可以反过来做父母的父母，成为父母世界里面那一道最稳定的光，去帮助父母。我们不是来地球学习被爱的，我们是来学习活出爱的。如果呢，你正在看这一段话，那么请你记住，你不是不值得被爱，你只是还没有看见，你本身就是爱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用再努力的去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，而是呢，要努力的成为自己真正的样子。这样，试着走回你自己的灵魂深处，拍拍胸口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不会丢下我自己，我可不是被隔离的小猴子哦。没有妈妈，我还有自己。”这就是你人生真正的转捩点。别再问爱在哪里，别再问为什么谁不爱你，先问你有没有爱自己，因为你不缺爱，爱就在你回头拥抱自己的那一刻。我是王丽慧，看完这个故事，如果你也觉得有所体会，那么别忘了留言告诉我你最受触动的地方在哪里，或者是呢，你也可以呢留言，要不要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过去的感情模式呢？你可以在留言聊一聊你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可以给你更具体的建议。下次呢，我们继续聊聊心灵咒语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转发，也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不会错过。非常的感恩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